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我现在在重庆合川的钓鱼城，这是个不可思议的小城。13世纪成吉思汗带着他的蒙古铁骑横扫了整个世界，欧洲人惊呼蒙古军队为上帝之鞭。当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当上大汗时，蒙古帝国已经消灭了40多个国家，领土横跨欧亚2个大洲。就是这个小小的钓鱼城，2.5平方公里的面积，蒙古军队10万铁骑精兵，却整整打了36年时间，都未能将它攻破，堪称蒙古军队打得最惨的战役。同时，这一场战役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格局。那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小小的钓鱼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玄机呢？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它，去探个究竟吧。钓鱼城位于现在的重庆合川区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，南面、北面和西面被嘉陵江、衢江和涪江环绕，东面是泥泞不堪的深涧峭壁，可谓易守难攻的天险。1243年，南宋名将于介命人修筑起钓鱼城，在此驻扎重兵，以抗击蒙古军。1258年，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大汗分兵3路伐宋，蒙哥汗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进攻四川，企图顺长江东下，直捣临安，灭亡南宋。这一路上，蒙哥铁骑可谓是所向披靡，很快打到了钓鱼城。1259年2月，蒙古军队兵临城下。然而，这个蒙哥汗认为唾手可得的弹丸之地，却让他亲自率领的蒙古军队经历了最惨一战。那么，面积仅为2.5平方公里的钓鱼城是怎样做到以弱胜强，从而成为上帝折边处的呢？首先，三面环水，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。蒙古人不可能填平宽阔的江面抵达钓鱼城，再加上不善水战，留给他们的唯一一条路便是城东崎岖蜿蜒而陡峭难行的山路，这使得蒙古人的大型作战机械失去用武之地。钓鱼城修建在落差达到300米的悬崖峭壁上，城四周还筑有2道高2-3丈不等的石砌城墙。蒙古人想架梯子爬进城墙，连个梯子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，谈何容易？更何况守城官兵还不断往下扔石头，所以这条路也行不通。除了常规城墙外，钓鱼城还设计了独特的1字城墙。1字城墙从山崖一直延伸到嘉陵江边，保卫了东西2座水军码头，保障了水上后勤补给线，同时又阻隔了敌军东西方向的交通，可谓是战时生命线。既然城墙不可攻克，那就直接由城门攻入吧。奈何城门区域空间狭窄，双方一旦在此交手，蒙古军队人多势众的优势就没有了。更何况钓鱼城内还有这种仅容单人通过的狭窄暗道通往城门外，出其不意地对攻城蒙古军来一个背后偷袭，搞得蒙古军猝不及防之下便命丧黄泉。如此一来二去战事延续到了6月份，蒙古军队一点便宜都没占到，并且随着川渝地区气温升高，蒙古阵营内瘟疫开始蔓延，不少蒙古兵死于瘟疫，强攻眼看失败了。强攻不下，那就围城吧，等着钓鱼城弹尽粮绝，自己打开城门投降。可惜蒙哥汗这一次又失算了。这钓鱼城中开挖了天池14座，井92眼，有1000亩良田可供耕种。城里的军民边打仗边耕作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。现在这一片岩石上还有一个古代粮食加工厂的遗址，依稀可辨古时候的冲兑、石碾、轮碾等粮食加工工具。钓鱼城不仅自产粮食，还有自己的兵工作坊。这些锅状的凹坑叫9口锅，是当年钓鱼城守军碾磨硝黄木炭用以配置火药的碾盘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兵工厂的遗址。看到蒙古军队围而不攻，守城将领王坚命人从城上向蒙古阵营扔下了几条30多斤的大鱼和100多张面饼，并写信告诉蒙哥，再打10年你也别想攻破钓鱼城。此时蒙哥汗若能知难而退，采纳部下避开钓鱼城迂回东下的建策，事情尚有挽回。怎奈骄傲自负的他无视天时地利上的不利，执意攻下钓鱼城，结果前锋元帅汪
德成因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毙命。7月21日，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，中飞石受伤。几天之后一命呜呼蒙哥汗一死蒙古军无心恋战，卷甲而退。蒙古帝国的内部开始了激烈的汗魏之争。攻打南宋的另2路蒙古军全部撤军北上，这使得南宋国祚又延续了20多年。同样为蒙哥之死欢呼的还有欧洲人，因为当时西征的蒙古铁骑也不得不仓促撤军。此后大一统的蒙古帝国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内部权力纷争，渐渐走向了衰落。世界历史的格局因钓鱼城之战而被改变。此后这个战略重地始终是蒙宋两军争夺的焦点。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、张觉的率领下，与蒙古军殊死搏斗，浴血奋战。36年间，历经了大小战争200余次，以弱敌强，却始终未被攻破。然而大厦将倾，独木难支。直到南宋灭亡，大势已去，忽必烈又答应绝不伤害城中的百姓。当时的钓鱼城守将王立才弃城投降，时间为公元1279年。弃城后，没有一个人祈求怜悯，守城的32名将士全部拔剑自刎。守城英雄的气节太令人敬佩了，如果你也感动到了，请为我点击有用3连。如今时光已经过去了700多年，往日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但在这里我仿佛又看见了钓鱼城军民众志成城守土抗战的情景。这样的英雄不该被遗忘，也不会被遗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点赞哦。